如果地球突然停轉3秒，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這期視頻內容只有短短3秒，可我卻整整準備了1小時，360萬毫秒，只為給你一場極致的末日推演。現在不妨先點讚訂閱，找個舒服放鬆的姿勢，我們一起進入這場顛覆認知的科學幻想。首先，我要打破你人生裡最大的一個錯覺，你真的以為自己現在是靜止的嗎？也許你正躺在床上刷着視頻，覺得世界安靜又安穩，甚至能聽見身邊細微的聲響。但物理法則早已給出答案，你其實正坐在一輛時速高達1670公里的超級跑車之上，這就是地球自轉。在赤道帶來的线速度，換算下來，每秒高達465米。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民航客機在10000米高空巡航，每秒才飛250米。沙漠之鷹手槍子彈飛出槍管，初速也就每秒400米。也就是說，當你覺得自己在靜止的时候，你的肉體其實正以超越子彈的速度在宇宙空間裡橫衝直撞。你之所以感知不到這種狂暴，是因為這輛名為地球的車開得太穩了，它幾億年都沒踩過剎車，所以你產生了一種身為造物主寵兒的穩固錯覺，覺得大地永遠是踏實的。但如果就在這一秒，這顆行星毫無徵兆地停了呢？不是緩慢減速，而是那種絕對的死寂的靜止。那一瞬間，根據牛頓第一定律，你身上每一顆原子、每一滴血液、每一片肺泡，都會在那0.0幾秒內瘋狂地吶喊：我要繼續飛。如果你剛好就在赤道附近的室外，你根本來不及感覺到被撞，你會直接感覺到世界在你腳下消失了。那一刻，你不再是一個人，你變成了一枚美國都在羡慕的高超音速導彈。想象一下，你正以每秒465米的速度飛向東方，你的雙腳會瞬間與地面脫離，或者更準確地說，你的腳踝會在1/1000分之一秒內被折斷，因為你的身體想要飛走，而地表的摩擦力試圖留住你。如果你面前是一片空曠的平原，你會像一枚出膛的炮彈一樣平拋出去，空氣阻力會像一堵鋼筋混凝土牆一樣狠狠拍在你臉上，瞬間把你的皮膚組織撕裂。但更大概率的是，你會在0.幾秒內撞上任何東西。平日裡雄偉的迪拜塔、台灣省的101，這些人類文明的豐碑，在那一刻表現得比沙灘上的堡壘還要脆弱。建築師在蓋樓的時候，防的是地面的震動，防的是側面的風力，但他們絕對沒防過這種行星級的橫向衝力。當地表停下的那一刻，大樓的地基死死抓住了靜止的地壳，但大樓幾十萬噸的自重卻還想往中衝，這就產生了一個恐怖的剪切力，整座城市會像被一只無形的巨手直接抹平，不是那種摇晃後的倒塌，而是整齊劃一的粉碎性的橫向平移。你甚至听不到爆炸声，因為在那1秒鐘裡，你的位移速度超過了音速，你跑在了聲音的前面。當你的耳膜在擠壓下徹底震碎時，你可能正處在一種詭異的真空感中，那是生命在物理暴力面前最後的幾毫秒。在赤道寬達数千公里的地帶，数億人
將在同1秒鐘內化為烏有。這甚至不能稱之為一場災難，這是物理規律，在收回它賦予人類的特權。你不是死於天災，你是死於你對靜止这2個字最傲慢的認知。如果你覺得自己身手敏捷，或者剛好待在一個空曠的平原上，甚至你覺得自己骨頭夠硬，能在那場肉體飛行的終點活下來，那你就太小看這顆行星的殺傷力了。你得明白一個物理真相，地球的大气層並不是焊死在地壳上的，這層厚達上百公里的氣體外殼，本質上是一層包裹在岩石球體外的流體。平時的風是因為太陽照射不均產生的溫差流動，那是大自然的微風拂面。但在地球停下的那一秒，這層厚重的大氣可沒收到剎車指令。當地殼猛然靜止，這幾千萬億噸重的空氣會繼續保持每秒460米的原始慣性。這已經不是風了，這是一柄無形的覆蓋全球的10000噸重錘。你可能對每秒460米的風速沒概念，我們平時談之色變的超強颱風，中心風速大概是每秒60-70米，那就能把大樹連根拔起，把卡車掀翻到天上去。而現在，你面對的是它的7倍，這是實打實的具有恐怖动能的物理衝擊波。在這種風力面前，空氣的性質變了，它不再是透明輕盈的呼吸載體，它變得像鋼板一樣堅硬，像水流一樣具有實體質量。這股颶風橫掃過地表時，它會執行一場最徹底的剝皮手術。首先遭殃的是地表的植被，深根1000年的古樹在這1秒鐘裡甚至來不及彎腰，就會被風力直接從土裡拔出來。請注意，不是吹倒，而是整體捲入高空。在那種風速下，樹幹會因為與空氣的高速摩擦，在半空中就被撕碎成粉末狀的木屑。接着是土壤、良田、草原、荒漠，地表幾米深的土層會被瞬間剝離。如果你從高空俯瞰，你會看到地球表面像是一張被砂輪機瘋狂打磨的砂紙，所有的綠色和棕色都在向東飞散，露出底下狰狞冷硬的原始岩床。最残酷的還在後面，动能轉化成內能。物理學告訴我們，能量不会憑空消失。當這股超級颶風與停止不動的山川殘存的廢墟瘋狂摩擦時，空氣的溫度會因為劇烈壓縮和摩擦，在幾秒鐘內飆升。赤道附近的空氣溫度會瞬間升高幾十度，甚至上百度。這產生了一種類似於核爆後的熱浪衝擊。那些僥倖沒被撞死、沒被吹飛的人，會發現自己正身處一個巨大的時速1000多公里的真空壓力鍋裡。為什麼說是真空？因為空氣流速快到了極致。根據伯努利原理，貼近地表的氣壓會瞬間暴降。這時候，你肺部的壓力遠高於外界。在那一刻，你甚至來不及尖叫，因為當你張開嘴的一瞬間，你肺裡的空氣不是被呼出去，而是因為壓力差直接炸開。你的肺泡會像成千上萬個微型氣球一樣同步爆裂。這種痛苦甚至快過你的神經傳導速度。你以為你是在絕望的呼吸，其實你是在吞噬死神的镰刀。如果你站在海邊，那畫面就更像神蹟了。整個海洋的表面會被這股風直接削去一層，數萬億噸的海水會被吹離海床，變成一堵高達幾公里的水牆。這種水牆不是浪，
它是被風力強行塑造成型的液態炮彈，它會以超音速平推一切。你會看到海水以一種違背重力的方式，平着向東方的陸地灌過去，森林被攪碎，城市被抹平，土壤被剝離，最後再由這股充滿泥沙、碎石和木屑的渾濁空氣重錘進行最後的清洗。3秒鐘，僅僅3秒鐘的停止，大气層就完成了对人類文明地表遺產的徹底清算。這種感覺就像是上帝用最粗糙的砂紙狠狠擦了一下地球這個球體。等空氣稍微安靜下來的時候，地表已經沒有了任何我們熟悉的痕跡，沒有樓房，沒有電線桿，甚至連一棵野草的種子都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有被高溫烤焦的光秃秃的岩石和滿天飞舞的由文明殘骸組成的灰燼。這就很有意思了，对吧？我們平時賴以生存的空氣竟然成了毀滅我們最狠的武器。在大自然的武器庫裡，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而是那些你平时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根本意識不到它存在的東西。現在讓我們把視線從狂暴的大气轉向那些深沉而沉重的東西。別忘了，地球表面70%都被水覆蓋着。在你的認知裡，海水是溫順的藍，是度假時的浪花，但在物理法則的斷頭台落下時，它是地表最沉重的煞气。要理解這一章，你得先明白一個冷知識：地球其實並不是一個完美的球體。由于地球一直在飞速自轉，巨大的離心力把海水甚至把地殼都往赤道方向甩，這就導致地球在赤道附近是微微隆起的。那裡的海平面比兩極要高出幾十公里。說白了，赤道的海水是被自轉的慣性強行鎖在那裡的。而當地球突然停轉，那股維持平衡的離心力瞬間消失了。那一刻，原本隆起在赤道的数萬億噸沉重的海水突然發現自己失去了支撐，重力成了此时此刻唯一的最高統帥。於是這些積壓了幾億年的水體開始瘋狂地向南北兩極奔湧。這根本不是你理解的海嘯。海嘯通常是由海底地震引發的能量波動，而現在的這一幕叫做大洋重塑。想象一下，你端着一盆裝滿水的臉盆在100米衝刺，然後你突然原地立定，那盆水不會僅僅是晃動，它會以一種近乎憤怒的姿態整盆拍向前方。在赤道地区，你會看到此生最詭異、最絕望的景象：大海在撤退，像印尼、巴西、馬爾代夫這些地方，海水會在幾分鐘內退得乾乾淨淨。那些平時深埋在1000米之下的海底深淵，猙獰的海溝，沉默的古船，會瞬間暴露在灼熱且狂暴的大氣中。但這並不是仁慈，因為這些退去的海水正在匯聚成一堵高達數公里的超級水牆，以時速1000多公里的速度分別向北半球和南半球的高纬度地區平推過去。如果你住在倫敦、紐約或者北京這種中高緯度城市，你面對的將是真正的末日審判。這不是一波巨浪拍過來，這是海洋在整體搬家。這股水墙的高度可能超過珠穆朗瑪峰的1半，
它不僅帶着水，還裹挾着被它一路推平的珊瑚礁、遊輪、城市殘骸，以及數以億噸計的海沙。當這股水體撞上大陸架時，它不會停下，它會像洗刷油煙機上的污垢一樣，把整座城市從地圖上徹底抹去。鋼筋混凝土在10000億噸水的淨壓力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張濕透的衛生紙。大樓會被連根拔起，不是被撞碎，而是直接被水的質量推走。最恐怖的是，这种水的全球大遷移不僅僅是淹沒那麼簡單，它還帶來了一個致命的後果：地球重心偏轉。地球的质量分布極其精密，當地球自轉停止，海水向2極重新分配，這直接改變了地球的轉動慣量。這就像是一個正在滑冰的舞者，原本優雅地收縮着身體，突然間他體內的血液和臟器全部湧向了頭頂和腳尖。這會導致即便3秒鐘後地球恢復轉動，它也不再是以前那個穩定的23.5度傾角了。地球的自轉軸會發生劇烈、無規律的偏轉，這意味着你熟悉的4季規律在那一刻徹底崩塌。北極可能瞬間變成烈日當空的赤道，而原本肥沃的平原可能陷入永恆的极夜。你發現了嗎？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存在幾千年，其實一直生活在一個精密的平衡木上，而海洋就是那個隨時可能傾斜的天平。我們自以為征服了大洋，修建了跨海大橋，制造了航空母艦，但在那3秒鐘裡，海水收回了所有的慈悲。它不再是生命的搖籃，它是洗刷地表文明的強力去污劑。它用一種最原始、最粗暴的物理方式告訴我們，在這個星球上，任何穩定的秩序本質上都是動態的平衡。一旦动能消失，重力就会清算一切。我們腳下的大地真的像看起來那麼堅固嗎？在前面的章節裡，我們聊了肉體的橫飛、空氣的轟擊、海洋的倒灌，但這所有的災難都還只是發生在地球這顆果實的皮上。現在，我們要把手術刀切得更深一點，去看看那顆像生雞蛋一樣的地球內部正在發生怎樣的毀滅性扭曲。你得先建立一個最基礎的直覺，地球絕不是一個實心的堅硬的鐵球。如果把地球比作一個雞蛋，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地壳厚度甚至還不如那层蛋殼。在薄薄的地壳之下，是幾千公里厚、處於高溫高壓下、具有流動性的地幔，以及一個由液態金屬組成的炽熱外核。這時候，物理學最殘酷的一幕發生了。當你強行停止地壳這個外殼時，內部的流體並不會立刻收到停轉的信號。這就像你猛地按住一個飛速旋轉的生雞蛋，你以為你抓穩了蛋殼，但裡面的蛋黃和蛋清依然在慣性的驅使下瘋狂地攪動撞擊。地殼停了，但地殼下方的岩漿依然在以每秒幾百米的速度狂飆。這種內外速度的極度不匹配，會產生一種毀天滅地的扭曲應力。地殼與地幔之間不再是平滑的承托關係，而是變成了2片瘋狂摩擦的齒輪。在那3秒鐘裡，全球所有的地震帶會同時炸開。平時我們聽到的所謂里氏8級地震，已經能讓一座城市化為虛無。
但在這一刻，里氏10級、12級，甚至更高烈度的地震，將不再是地質學家的理論模型，而是地球每一個角落都在發生的現實。這種震級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大地不再是固體，它會像煮沸的粥一樣翻滾，原本堅硬的板塊之間會發生瘋狂的碰撞和擠壓。你會看到喜馬拉雅山脈像被巨手揉捏的橡皮泥一樣再次隆起，某些陸地會在幾秒鐘內下沉幾百米，直接掉進地幔的岩漿池里，而原本平坦的海底則會因為剧烈的擠壓直接刺破海平面，變成猙獰的原始陸地。但這還不是最絕望的，最恐怖的殺招來自于壓力。地壳在剧烈的扭曲下，會產生無數深達地幔的巨大裂縫。原本被厚重地壳死死壓制在地下深處的熾熱岩漿，因為壓力的驟變，終於找到了成千上萬個宣洩口。那一刻，地球就像一個被捏爆的岩漿球。你不需要去尋找火山口，因為每一條街道的裂縫，每一個公園的草坪，每一座斷裂的山脈，都可能瞬間噴發出高達數千米的火柱。這些岩漿會伴隨着硫磺煙霧，將天空染成血色，將殘存的空氣徹底點燃。這就是所謂的行星級震盪。在這種規模的震動面前，人類任何的避震手段都是笑話。防震床、避難所，甚至深埋地下的核掩體，在地球內部這種劇烈的绞殺力面前，就像紙糊的盒子一樣被輕易碾碎。你會聽到一種聲音，那不是爆炸聲，那是地壳岩層在幾千公里的長度上同步斷裂的哀鳴。這種低頻的次聲波會傳遍全球，震碎一切殘存的生命體。你有沒有發現，人類文明其實一直建立在一個極其不穩定的火藥桶上？我們以為腳下是永恆的堅實，其實那只是因為這顆行星在勻速轉動，掩蓋了它內部那顆暴躁的心。在那3秒鐘裡，地球剝去了它溫柔的偽裝，它不再是人類的搖籃，它變回了46億年前那顆充滿敵意、滿地熔岩、不斷咆哮的原始行星。它用火和岩漿告訴我們，穩定是宇宙中最昂貴的幻觉。3秒鐘結束了，那個摁住地球的上帝之手突然鬆開，地球物理常數恢復了正常。這顆行星像是被打了一記悶棍的巨獸，搖晃着，重新開始了它每24小時一圈的旅程。但是，這個世界已經不再是你熟悉的家園。如果你能在這種毀滅中醒來，我是說，如果，畢竟，這需要你同時避開時速400米的肉體撞擊，真空般的肺部炸裂，數公里高的海水灌頂，以及能把你像餅乾一樣折斷的里氏12級地震。假如你真的擁有這種神靈般的運氣，當你睜開眼，你會看到一個人類語言根本無法描述的煉獄。首先衝擊你感官的是那股令人窒息的味道，空氣不再透明，它是暗紅色的，甚至帶着一種濃稠的質感。那是數以億噸計的火山灰遮蔽了太陽，是全球所有的城市、森林燃燒後留下的煙霧，還有海水蒸發後刺鼻的鹽鹼味兒。最糟糕的是，空氣中彌漫着強烈的硫磺味和焦糊味，那是岩浆噴發和亿萬生灵被瞬間碳化的
混合氣味。由於那每秒400米的物理撞擊，全球沒有任何一棟建築物能夠挺過來。你環顧四周，原本聳入雲霄的摩天大樓變成了幾米高的碎石堆，原本縱橫交錯的高架橋像是斷掉的蚯蚓，被掩埋在幾米厚的塵土之下。在這裡，你將體會到什麼叫真正的絕望，文明的不可逆性。我們這代人習慣了超市裡的半成品食物，習慣了擰開水龍頭就有淨化水，習慣了哪怕在馬桶上也能連接全球的互聯網。但在那3秒鐘裡，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的賴以生存的工業體系被物理法則暴力清零了。電力網、所有的發電站、核能、火力、風力都在地震中成了廢墟。電網的金屬絲像蛛絲一樣被颶風扯碎。農業設施、所有的溫室、倉庫、種子庫，要麼被海水泡爛，要麼被深埋在地壳變動的斷層之下。知識儲備，所有的服務器陣列都碎成了粉塵。哪怕你手裡拿着一部最先進的智能手機，它現在也不過是一塊毫无意義的、無法發光的廢鐵。即便在南北極的科考站，或者深山裡的掩體中，還有極少數幸存者，他們面對的也將是一個徹底荒蕪的地球。沒有種子可以播種，因為地表的土壤已經被剝離，剩下的是冰冷的岩床。沒有獵物可以捕殺，因為生態鏈已經在3秒鐘內徹底斷裂。人類會退化到什麼程度？恐怕連石器時代都算不上。石器时代的祖先還有原始森林可以採摘，有野獸可以追蹤，而你面對的是一個被真空抽乾、被海水洗刷、被火焰燒焦的死球。這時候你才會明白，所謂的人類文明其實是這顆行星在勻速運動中溫柔地為我們撐起的一把保護傘。在那3秒鐘裡，上帝收回了這把傘，所有的文明成果就像陽光下的肥皂泡，破裂的連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在這個重啟後的死寂人間，你不僅丟掉了手機和空調，你還丟掉了身為文明人的所有尊嚴，剩下的只有生物本能中那種最純粹也最廉價的恐懼。說了這麼多，你可能會覺得這太黑暗，太絕望了，簡直是一部讓人透不過氣的末日恐怖片。但我想讓你從這個恐怖故事裡讀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甚至帶點顱內高潮式的獲得感。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平時總是在抱怨生活的平庸，抱怨早高峰的地鐵太擠，抱怨老闆的 PPT 太無聊，抱怨空氣裡似乎總有揮之不去的壓力。但通過這3秒鐘的推演，你應該能意識到，我們此時此刻能坐在這裡抱怨，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個多麼精密、多麼宏大又多麼脆弱的宇宙平衡之上的。地球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繞太陽公轉，同時以每秒460米的速度自轉。這種狂暴的能量之所以在你的感知裡變得如此溫柔，甚至變成了一種讓你覺得理所當然的寧靜，僅僅是因為它是恆定的。物理學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此，它既是創造的基石，也是毀滅的推手。那一刻的3秒鐘，其實是物理規律在收回它賦予人類的特權。它像是在提醒我们，我們並不是地球的主人，我們甚至不是這顆星球的高級房客，我們只是寄居在這一場宏大永恆的慣性運動中的微小生物，
就像貼在時速300公里高鐵外殼上的一粒塵埃。這種認知會讓你產生一種通透感。當你再次關掉這個視頻，抬頭看到窗外的太陽升起，當你感受到一陣微風拂過臉頰，你不再會覺得那是理所當然。你會明白，那微風之所以沒有把你吹成碎片，是因為地球在為你抵擋每秒400米的衝擊。那陽光之所以沒有把你瞬間氣化，是因為引力在為你束缚着狂暴的大气。這就是宇宙级的浪漫。人類的全部文明，我們的詩歌，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摩天大樓和航天飛機，其實都像是長在疾驰列車縫隙裡的苔蘚。我們之所以能繁衍至今，僅僅是因為這輛列車從來沒有急剎車。這種生存的僥倖感，並不應該讓我們感到渺小和絕望，反而應該讓我們對每一秒鐘的平凡生活產生極致的敬畏。因為在這個充滿混沌與暴力的宇宙中，像地球這樣長達數十億年的穩定匀速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極低概率的奇蹟。在那消失的3秒鐘裡，物理學用最冷酷的語言告訴我們，众生平等從來不是指法律上的權利，而是指在动量守恆和能量守恆面前，億萬富翁的骨頭和街邊的流浪狗一樣脆弱。當你再次踏上那片坚實的土地時，請記住，它之所以坚實，是因為它在旋轉。當你再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气，請記住，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在狂奔。我們生活在一种极致的动態中，卻誤以為那是永恆的靜止。這種錯覺是生命演化的保護色，但看透這種錯覺，才是你作為智慧生命對這顆行星、對宇宙規律最好的致敬。很多人覺得地球停轉3秒，只要物理撞擊沒弄死我，我躲在防空洞裡就安全了。錯，因為在那3秒鐘裡，保護地球生命的金鐘罩碎了。你得先明白磁場是怎麼來的。地球中心有一個巨大的炽熱的液態鐵镍核心，由於地球的自轉，這些導電的液態金屬在內部不斷流動旋轉，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發電機，從而產生了覆蓋全球的磁场。這個磁场不是為了讓你用指南針找路，它是為了擋住太陽。太陽時刻都在向外噴射高能帶電粒子流，也就是所謂的太陽風。如果沒有地磁场把這些粒子彈開，我們的空氣會被吹散，我們的 DNA 會被瞬間烤焦。當地球突然停下，地球內部那個旋轉的液態核心會發生毀滅性的紊亂。這就像你正端着一根攪動咖啡的勺子，突然有人摁住了杯子，原本平滑的漩渦會瞬間變成混亂的湍流。在那3秒鐘內，地磁场會發生劇烈的抖動，甚至在局部地區完全消失。這就意味着太陽風，那些時速幾百萬公里的高能粒子，會毫無阻攔地直接傾瀉在大氣層。那一刻，如果你能抬頭看天，假設你還沒被風刮走，你會看到天空中出現覆蓋全球的詭異而絢爛的極光。但請記住，那是死亡之光。這些高能射線會直接穿透你的皮膚，像細小的微型子彈一樣精準地切斷你的 DNA 鏈。這不僅僅是身體表面的灼傷，這是生命藍圖的終結。
即便你躲過了崩塌的樓房，躲過了万吨的海水，這種亞原子級別的打擊也會在分子層面把你徹底拆毀。磁場的瞬間失靈還會引發一個連鎖反應，全球電磁脈衝。所有的電子設備即便沒有被震壞，也會在強烈的射線洪流中瞬間短路燒毀。這意味着人類文明最後的通讯火種徹底熄滅。這種打擊是靜悄悄的，它沒有爆炸那麼熱鬧，但它決定了在這個星球上，複雜的生物組織將不再有生存的可能。所以別被窗外的寧靜騙了，地磁場就像一層透明的護甲，此時此刻它正承受着来自宇宙的瘋狂掃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感謝地球還在轉動，感謝那顆熾熱的地核還在勤懇地發電。地球用每秒465米的狂奔守護了我們億萬年的安穩。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陽光、微風與大地，都是宇宙最溫柔的奇蹟。願我們永遠保持對未知的好奇，在科學與幻想的邊界裡看見宇宙的浪漫，也珍惜眼前的每一刻平凡。這裡是科學幻想號，帶你用幻想丈量宇宙，用科學看懂世界。喜歡這期內容，別忘了點讚訂閱。我們下期繼續奔赴更遙遠的星際幻想。